效劳，我看就不必了。来了，这才是聂清源的女儿，有好戏看了。可能需要自己待一会儿。 你下午匆匆忙忙跑走，是不是去问林宇森了？他承认了没有？人证都在，他难道还能狡辩？现在知道爸爸说的没错了。乖女儿，听爸爸的，立刻跟他断了。你从小被爸爸妈妈捧在手里，天真单纯，哪里知道外面的人心多险恶？外面人心的确险恶。 但险恶的不是林宇森，他又说什么把你唬住了？哎呀，你真是鬼迷了心窍啊！马念远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，林宇森对他有好感，所以他通过邵佳琪邀请林宇森到无锡去赏梅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他邀请林宇森用的名义是什么？聂成远的女儿。他误导邵佳琪。 让邵佳琪以为她是你有血缘关系的女儿，而邵佳琪没有说她的名字，所以林宇森一直以为邀请他去无锡的人是我。不可能！你当然可以无条件相信他，但你若还有做父亲的几分责任心，你不妨去找邵佳琪了解真相。哦，你不会去？堂堂聂总怎么会放下这个脸面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林宇森从来没有对马念远有过好感，而马念远。 甚至在林宇森车祸之后，看都没有去看他过一眼。所以你说的没错，这个世界上的确人心险恶，但天真的不是我，鬼迷心窍的也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敢骗我？成远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生气呀！聂远他怎么敢骗你呀？你说我没有，我怎么会骗你啊？你老实告诉我，2年前你约林宇森来无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邵佳琪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跟邵佳琪说你是我女儿？我没说，是邵佳琪自己误会的。误会了？你没有解释？我。 好，我看你就是故意误导他的。你还说林宇森对你有好感，约你，其实就是你主动找到邵佳琪，是不是？我真是养了一头白眼狼。林宇森车祸后，你不去看他，让他记恨我，拦了我几个项目，造成集团巨大的损失，我都没怪你。没想到你还冒充我亲生女儿，把锅甩在西光头上，你。 11点了，林总怎么还没来？难道因为放了我们鸽子，畏罪潜逃了？林总出差去了，大家最近有工作都跟张总汇报啊。好的，好的，主任。知道了。怎么突然出差了？西光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今天才知道。 我离开一段时间。好。
是傻子吗，林玉森？在以为我干了这么坏的事情的情况下，还会想和我在一起？你去哪里了呢？是你让我变透明，我是模糊地，才轻易被忘记。如何能够走进你的心，在你身后徘徊犹豫？我和你是相互错过的季节，分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剩下将让热烈不屑，在另一个世界，纯白的心常年下雪。老板，请问这边有信纸吗？哦，有，我给你拿。给，谢谢，不客气。这个世界剩下就让人恋不舍，在另一个世界，纯白的心常年下雪深夜，又辗转几遍，还未曾妥协，怎么放下执念？夕光，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，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，一切都那么无聊，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。珊珊，周总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好久不见。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？我找你半天了。你不要忙着接待宾客。我偷个懒。你今天出现在这里，我是真没想到。你外公带你进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眼花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们忙碌的大医生，居然也愿意出来社交啊？被院里派到无锡来交流开会，外公知道了，直接开车到医院门口来接我，不得不来。我说呢，你怎么不跟老爷子一起啊？他在贵宾室谈一个项目，我找个借口出来了。你这也太识趣了吧！甚远的事情，你就一点都不想干？好了，我说你别这么闭塞了。来来来，我带你逛逛，打打招呼。这次来的宾客不只是无锡本地的，说不定以后你用得上。我一个医生认识商界的人做什么？我和他们唯一有可能的交集，就是在手术台上。可怕的一声笑话。邵先生，于总正在找您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快去吧，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休息吧。好。哎，晚点走，晚上我们宵夜。好像没有问题啊。今天来了不少大人物呀。于总嘛，一向最讲究排场了。陆总，我跟于总打个招呼。于总，
欢迎欢迎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啊！聂晨远也来了，他旁边谁呀？他女儿我见过，这不是他女儿。他不是离婚了吗？这个难道是新夫人？你们男的就是龌龊。今天有幸再见到聂总，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！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。聂总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，尽管开口啊！这是我的名片，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。效劳，我看就不必了。来了，这才是聂清源的女儿，有好戏看了。 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发现了你。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虽然BIPV 的爆发期不知道何时到来，但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不管前景在哪儿，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起来。我还说了什么？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，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，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？ 你以前开会说过，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，还要关注亚洲、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。我一琢磨，你们成天说什么西北战略，那中东也是到处沙漠，日照强烈，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。我这叫举一反三，归纳总结。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，你难道不满意啊？你这叫画饼。 我这叫调动积极性，鼓舞士气。资金方面呢，我过年的时候请教了一下老妈，她给我提供了几种思路，我决定都跑一跑，问一问。还麻烦林总帮我和后勤采购部还有财务部的老大们打个招呼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。不行，你现在就说。你有拖延症，你之前说要借我书，到现在还没影呢。那是因为书都在上海。 我这次才带过来。好，我现在打。喂，陈总，关于厂区的光复花园，喂，童总，喂，吴总，任务完成。这就对了嘛，干嘛一会儿打呢？2分钟的事儿。 谢谢老板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这么客气，不用送的。您看看外面，难道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有部门主管会议？他们刚刚接电话的时候，不会都在一起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还好还好。
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？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？我带了很多书过来，你不要挑选一下？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，一次只能借2本，看完了再过来借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，人家都没有这么小气。你买了这么多书啊？其实买了更多，不过品质良莠不齐，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。你全都看过啊？我看书快，大致翻阅了一下。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。难免有修饰的成分，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胜者。看看对过去10几年光伏的起起伏伏，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。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，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。我帮你搬到桌子上，地上凉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有地暖，没事的。我喜欢坐在地上，舒服。那你慢慢挑，我去厨房看看。我不吃饭，过年我都吃胖了。哪里来饭？陈阿姨还没来。苏州图书馆一次也只能借5本吧？你再说，我跟盛阿姨告状了，最后一天我可是加了她微信的。怪不得我觉得你年后嚣张了一点，原来是有了靠山。嚣张？我有吗？有，不过我觉得不错，请继续保持。那是你的错觉。我文明温柔讲道理，才不嚣张。既然你不舍得多借，那我就先拿这几本吧。为什么你书房一直放着一碗黄豆啊？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。有深意吗？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想象力不错。是用来做复健的，锻炼手的准确度和灵活性。啊，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手部动作，也是复健。你是说这些动作吗？对。复健据说都会很疼。现在不疼，一开始很疼，有时候会生理性流泪。你这是早餐吗？啊，算了，你不要说我白拿你的书，等一下我请你去吃上次那家馄饨吧。现在，你不是说要节食？我变卦了，
毕竟最近又是动脑又是动腿的，还是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。哎呀，走啦！我来拿吧。不要你。正常生活没问题。你忘了，我还接过某个从天而降的人。好吧。对了，过年前你说要请我和应届雨花吃大餐，还算数吗？当然算，周6。可以啊。你怎么才请我吃饭就要收巨额利息？那会儿你自己说的。那你明天请我吃什么？你是要先在我这里吃回本吗？林总明天晚上请我们吃哪家呀？不知道，你挑贵的。懂了，那今天到我们宿舍吃菜叶子吧，提前节食。爸，喜光，马上元宵节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无锡？我去接你，一起吃个饭。我这周不回无锡，我跟妈妈说过了。过节你不回来？妈妈说她有点别的事情，而且我刚好约了同事周6晚上吃饭。什么同事？公司同事啊，不然还能有什么同事？叶总，双远空降的副总经理叫林宇森，之前是盛远投资拓展部的经理，10月份到双远的。他上任后锐意进取，工作上口碑不错，不过在个人风评方面褒贬不一。据说他刚上任不久就调了一个财务部的女员工到自己手下，还曾经一起出过差，有办公室恋情的嫌疑。那个女员工我们确定过了，她姓聂。行，你不回来，我去苏州找你。明天中午，中午我有个饭局，下午我去你公司接你。哦，好。那就这样。什么事这么急，居然来苏州找我？这家，还是这家？火锅这家评分很高，但是雨华一个成都人，他说他不吃辣，离谱。粤菜这家评价也不错，环境也好，吃完还可以逛逛。我和雨华一致选粤菜啦。我到你公司门口了。